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 BG 组合技术剪裁。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分区，前后分区从 1TP 分到耳上点。第一步呢，我们先去定长度。长度呢，我们定在1:1.1，一梳子为1，然后再找到0.1的位置。好，剪到这个位置为1:1，再放长一点。好，大概在这里，再衡量一下。好 ，OK。然后低头，把头发梳至自然垂落点，然后用梳子控制，先去分走一半。注意把头发呢，脖颈的头发全部带起来，让它呢用梳子控制好。剪刀贴近我们的梳子。好，定好后部长度之后，把头扶正，转角处把多余的角去掉。来侧部。继续延伸切平。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延伸后部切平。好，留好位置头发，梳到侧面延伸，继续切平。好了，我们的长度呢就已经定好了。下面我们修剪它的内部结构。好了，下面我们开始结构裁剪。首先我们看一下分区。结构裁剪分区呢，从 1TP 分到它的耳上点，分出前后分区，然后再从黄金点分到它的耳上点，分出后部分区。那么我们分黄金点呢，是因为我们要从这个位置去定它的重心落点，然后再把后部呢分成上下两份，从枕骨点的位置分。好，首先呢，我们先去定它层次重心。好，这个重心落点呢，我们定在2:2的位置。好，找到它的一个总长，然后一半的位置大概在这里。后区低头进行修剪。OK。那么我们后部操作呢，是低角度提升，然后呢以发际线的头发与我们定好的长度两点线连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找到最短的这个头发，然后提升到低角度，去观察这两点线连接会形成的一个结果，它的一个切口状态。然后按照这个切口，手指把位摆好，再次确认没有问题了之后，直接剪就可以了。好，切好了，我们第一片呢，不要直接去剪第二片，先把这个头发提拉出来，再次进行检查，然后呢进行精修。所以第一片呢很重要，要控制好我们的导线。OK， 剪好我们的第一片之后，把导线先拿走，按照我们的第一片导线进行修剪其他的区域。那么我们其他的发片呢，左右轴我们转角以内要走方，转角以外走半圆，所以是2靠1。
好，2靠向1。3靠向2，带到一个平行面上去修剪。那注意，我们是低角度提升。4靠向3，注意横向拉瓦片，检查一下它的方形结构。OK， 然后继续转角。现在我们已经剪到转角了，转角处的位置继续低角度提升，方形面上拼方。那么到这个位置，转角以外的头发原位向后45度的方向走半圆。好，切完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可能会切短一点点，圆上去，也有可能会保留住。这个根据什么？根据它发际线的高低以及两边的宽窄会发生变化。正常情况下呢，它会微微短一点点。好，另外一侧。低角度提升，保留底线头发不要动到，按照导线，方形面上去拼，继续带到方形面上去修剪。好，继续。来，最后一个发片，原位向后45度的位置。好，切完以后，我们去检查一下它的轮廓。两边呢会微微向上圆一点点，然后中间的轮廓是被保留的。然后我们再横向提拉起来，去精修一下中间部分的方形结构。那横向提拉的时候，注意也是低角度去进行精修。好，确保连接没有问题，继续剪第二个区域。第二个区域我们是相同的方法，转角以内走方四角，转角以外走半圆。继续低角度提升，然后呢，以我们定好的这个中心落点2点一线与我们下去连接。能否连接的流畅呢？就看我们下去当时定的时候呢，定第一片导线的时候有没有定好，这是关键。好，2靠向1，往方形面上去拼。又剪到了我们转角的位置。好，转角以外的头发继续走半圆，原位向后45度的位置去进行修剪。继续。好，那么我们切完以后呢，这个位置会呈现一些层次感，但是呢，前面这个长度呢也同样被保留，因为我们走的是半圆，所以依然会保留一些长度，会形成一个后边短，慢慢到前面前倾的一个效果。来，另外一侧。方形结构。注意低角度提升，又到了转角的位置，继续低角度方形结构，检查一下，好，继续转角以外头发，头逐渐扶正。原位向后45度的位置进行修剪。
那剪到这一片的时候要宁长勿短，我们原位向后45度。那么我们在切这个底线的时候，宁愿多保留一些啊，不要去的太多。保留长了，我们根据另外一侧对比，我们还可以再去把这一侧去精修一下。好，切完以后呢，同样的它会保留这个地方的角，那会出现这个地方有个缺口和后部法线不流畅，我们再进行精修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先去衡量一下两侧的对称度。OK， 然后把这边刚刚保留的长度把它拿走。好，可以了。好，下边我们继续修剪最后一个区域。上去头发呢，我们就直接平行地面提升，延伸下去这个斜度去修剪就可以了。好，后部转角以内依然走方。转角以外走半圆。另外一侧。好，转角以外走半圆。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后部的结构就已经创建完毕了，会形成出一个逐渐放长的重量线。好，那么我们再根据它的外轮廓去精修一下。外轮廓呢，我们直接梳制它的贴紧0度的效果。那用手指控制呢，它还会有一点点角度，所以说呢，我们再去修剪的时候，可以去进行一个动作，就是把头发呢压一下，贴近皮肤。然后把中间这个地方不流畅的角给它连住，磨圆。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用梳子控制，再进行一个打磨精修。这样呢，它的一个后部的边线轮廓呢就已经创建好了，呈现这种比较圆润的自然效果。那如果说我们呢修完之后觉得它的轮廓线比较厚，我们等到吹干之后呢，也可以去进行一个磨角的处理。
好，这是它的后区，下面我们开始它的侧部修剪。侧部同样的，我们去分出它的一个上下分区。侧部我们修剪四角方形结构，所以将它后区头发呢带到它的正侧方，延伸，低角度提升，延伸这个切口切方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把后部的第一个发片呢，圆的切口给它磨掉一点点，啊，这个时候就延伸着继续放长。所以说我们侧部当时前后分区分到它的耳上点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您当时去修剪的时候分的不是耳上点，分到了耳后，分到了耳后，那么你剪完之后，这个地方它就会往上收，缺一块。所有头发拉到正侧方，切四角。在它的正侧方形成一个方形的面，那么整个结构呢也会形成一个从后到前逐渐放长流畅的效果。来，顶部区域呢与我们的侧部头发延伸连接，同样的带到正侧方。在侧面建立四角方形结构，包括刘海区域的头发，同样的梳至侧部，延伸侧区头发继续修剪。好了，这一侧修好，我们修剪它的另外一边，分出它的上下分区，从骨梁区的位置。同样的，拉到低角度，延伸我们后部的切口，提升到它的正侧方，切方形。到鬓角这个位置，注意宁长勿短。好，切完这个区域之后呢，不要直接剪另外一侧，去对比一下两侧的对称度。好，这一侧的鬓角我们呢把它再继续多余的修掉。上移头发平行地面提升，延伸下去。继续切方。延伸它后部头发，刘海区域延伸后部头发，继续切方，所有头发呢都带过来，延伸切方就可以了。
好，把另外一侧的头发也带过来。作为引导，控制两侧的对称度。好，注意这一侧呢，微微长一点点，来修掉。所以说，我们通常去修剪的时候要注意，把第二面的那一侧去修剪的时候呢，要注意宁长勿短，以便于我们去精修。如果你剪短了，你就得把你第一面修剪那一侧再次去剪得更短，那它就破坏了我们最终定的长度。好了，那么我们结构呢已经修剪完了，下面的话呢，我们开始去角啊，去它头顶的层次。那首先呢是后部头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前区头发。前头发不动，我们呢从 1TP 的位置开始，用放射分线的方法，黄金点以下的头发不动，先把上面这个角微微去掉一点点，继续往方形面的面上去拼四角结构。OK， 然后站到它的正后方，顶区的头发垂直地面，以后部头发为引导线，切水平就可以，切方就可以了。好，找到我们后部的头发，转角以内的角去掉，直接切方形。好，继续，左右走方，前后也走方，根据我们侧部的结构去发生变化。侧部呢，我们走的是四角方，所以说顶部同样的走四角方。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有效的保留好我们刘海的长度。好，到达刘海最后一片呢，基本上是减不了多少。即使去，也只是能够去掉一点点角。这样呢，我们整个这个发型呢，结构就已经操作完毕了。下面我输入一下，大家看一下它的分开偏分的效果。这样呢，它会形成的是偏分，也就是侧分的一个效果。侧分效果呢，属于一种前面比较硬朗的，然后看起来呢比较酷的一种印象。那我们再去剪下一款的时候呢，后半区是不动的，我们会去把它前半区的刘海去剪成短刘海，以及它的结构去进行调整。那这样呢，同样的一种结构，它就可以有两种风格的转换。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一款这个 BG 的组合技术。那我们的结构就已经剪完了，下面的话呢，吹风。好了，我们头发已经吹好了，这是我们在一刀都没有动的之前的一个效果啊。吹完之后的这种效果，因为这种刘海呢属于后短前长三角的这种印象啊，所以说呢呈现的一种感觉是比较酷的一种印象。好，下边的话呢，我们进行它的一个发位柔和以及它的一个结构的精修。首先我们从后部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会有一层硬线啊，那说明这个角呢还是会有多余的，我们把这个角给它精修一下，拉到方形结构，有多余的给它去掉。好，去完这个角之后，再观察，如果说还是会有
这种比较厚的地方呢，我们就给它进行点剪的柔和发尾。针对性的去处理，不要均匀的全部剪一遍，那样呢，我们不仅不会有好的效果，还会去浪费很多时间，就是你时间呢也浪费了，结果呢也不一定好。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剪自己觉得通过观察之后感觉它多余的头发把它去掉就行了。那我们通过这样去完之后呢，会发现整个后部的这种重量感呢就很自然了。不是很厚的地方呢，就意思一下，不要去太多。好，那么后部的上部就完成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后部底线。那后部底线呢，由于当时我们转角处呢去进行的精修，所以说呢这个位置会比较厚。那我们呢第一步先用放射分线呢进行一个磨角，先不要去打薄，先要磨角，磨完角之后还重，然后再去打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已经去过角了，它还会有一点点重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头发呢带起来进行点剪的处理。注意点剪呢一定要少量多次啊，少量多次，这样呢会更自然，更好控制。来，另外一边这一侧的头发呢相对来说流向会更自然一些。所以头发呢没有那么集中在一起，头发都是打开的，看起来呢也会很自然，也很柔和。那我们就不需要去点剪了啊，就 OK 了。然后针对它的耳后的地方头发，那么像这种头发呢，生活当中呢，我们客人也可以把头发呢别到耳朵后边啊，也会出现这种比较自然柔和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当头发别到耳朵后边之后，头发呢就会变得很重。所以说我们可以针对耳后的这个区域的头发呢，量感去多去掉一些。针对它的发根，发干，然后发尾。如果说发现结构呢有连接不是很好的，我们给它连接一下。好，然后是它的一个轮廓线，耳上以后的头发和以前的头发，我们进行一个精修打磨。以后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化。重点是它的耳上以前的头发。好，给它处理好。把这个轮廓边线呢，让它流畅的连接好，啊，它就形成这种自然的效果了。然后再去柔和发尾。还记得当时我们侧部头发呢，结构是一个方形的，所以我们带到正侧方去点剪就可以了。同样的，侧部头发呢，进行一个发干的点剪，让它的量感显得轻盈一些。那等到我们沙龙应用的第三个阶段的内容里边讲过，打薄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牙剪或胖胖剪去进行处理。那现在呢，我们依然是以结构为主，所以说用点剪的技术去处理，保留头发的结构和质感。好 ，OK， 这边呢就处理好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发呢，即使顶部头发我们没有怎么去亮，它也会非常轻盈，因为顶部我们做的是一个水平的一个效果，所以会形成中间短，两边逐渐放长，层次反差会比较多，所以就会比较轻盈啊。好，下面的话我们修剪它的另外一侧。好，耳后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点剪。
那如果说我们用牙剪的话，就直接贴着发根，然后去亮就可以了，更直接、更快速。但是呢，同样的，也很容易剪完之后太薄了、太轻了。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要去掌握不同的技术，最终呢能够达到组合起来灵活运用。但是一开始呢，不能说一下子学的太多，比如说一开始就讲很多内容，那你呢就没有重心，就不知道该去把哪一个剪得更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东拼一下，西拼一下，最终呢什么都做不好，感觉到好像自己很懂的样子啊。而我们去修剪发型也是一样，学习也是一样，要怎样呢？要从点，然后到线，到面，到体，一步一步的、逐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充分的理解每一步它的一个功能性，充分的理解每一步它的作用，也以及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呢，在你去去服务客人操作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技术。好了，我们的结构呢精修呢就已经完成了。这一侧呢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侧的效果这样的一个感觉。鬓角觉得厚呢，我们可以再多去一些量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是一个比较帅气一点的这种印象的一种刘海，这种印象的一个发型。那如果说我们希望它显得更柔和一点呢，我们刘海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去拉到前方，把这个角再多去掉一些。那么当你多去掉之后呢，这个位置就没有那么硬朗了，变得会更加柔和一点啊。好，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